首富马斯克最偏爱的却是一个东北小伙。在今年2月，马斯克遭到死亡威胁时，曾公开过自己已经设立了一份秘密遗嘱，只有特斯拉董事会知晓，以确保自己的事业能够延续下去。关于遗嘱里的接班人，网上众说纷纭，但是不少人认为这个接班人很可能就是那位如今特斯拉的二把手，来自中国东北的朱晓彤。这里是帅人财经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财经博主。网上的评论并非空穴来风，马斯克对朱晓彤的偏爱有目共睹，他豪掷狂砸4个亿奖励身边的高管，这个高管就是朱晓彤。朱晓彤2014年加入特斯拉，1年干到中国区总裁，10年直接接管特斯拉全球制造业务，晋升速度堪称神速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和马斯克称兄道弟，许多人更称他为特斯拉的太子爷。有人问朱晓彤一个中国人和马斯克非亲非故的，为什么能让他如此的偏爱？其实朱晓彤加入特斯拉之前可以说是履历平平，他出生于辽宁沈阳，留学新西兰，又在美国杜克大学拿下 MBA， 毕业后没进大厂，反而跑去非洲搞基建，在利比亚、苏丹的艰苦环境里带队做项目，这些经验让他练就了跨文化沟通、资源协调和危机处理的硬核本领，而这些本事恰恰成为他日后在特斯拉临危受命的底气。2014年，朱晓彤刚进入特斯拉时，只是个超级充电项目的光杆司令，当时特斯拉在中国寸步难行，充电桩不兼容，销量惨淡，两任总裁接连离职，连马斯克自己都表示特斯拉接近破产的边缘。朱晓彤没有抱怨，没有退缩，一个人跑政府、谈物业、搞审批，8个月建起40座超级充电站，600多个充电桩，硬是为特斯拉撬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。在当年特斯拉遭遇销售困境，全球市场表现低迷，股价暴跌的情况下，朱晓彤凭借执行力第一次进入到了马斯克的视线。但真正让马斯克对他刮目相看的是2018年那场生死危机。当时的特斯拉 Model 3订单积压17万辆，美国工厂却每周只能造几百辆，车主等不到车，纷纷要求退款，资金链眼看要断，马斯克急得团团转，再不解决产能，公司就要完了。关键时刻，朱晓彤出来，这位东北大哥拍胸脯立下军令状，上海工厂1年之内建成投产。要知道，美国建厂3-5年还不能满载运行，10个月简直天方夜谭。可朱晓彤不是一般人，他当天飞上海，3个月搞定立项选址，5个月跑完审批，直接把家安在了工地旁的公租房，昼夜赶工。2019年10月，上海超级工厂如期投产，当天下线15辆 Model 3。这座工厂后来成为了特斯拉的摇钱树，成本比美国低65%，产能占全球的一半。而且正是这座工厂跳动了特斯拉中国的销量，让特斯拉从此开始起飞。马斯克专程飞来剪彩，高兴的当场跳起脱衣舞。而这只是朱晓彤传奇生涯的开始。2020年疫情，全球供应链断裂，朱晓彤睡在工厂2个月，保住了特斯拉1/3的产能。2022年，德国工厂产能告急，他带中国团队奔赴美国，短短数月把周产能从1000辆拉到3000辆。朱晓彤的身上有种中国人不怕苦不怕累的卷王气质。凌晨3点秒回邮件，24小时待命，办公桌设在生产线旁，穿工服戴安全帽下车间。他甚至没有独立的办公室，和员工一起站着办公，笑着说这是创业公司的文化。但更加难得的是，他接地气有温度，同事喊他老朱。疫情时，他和工人同吃同住，台风天带头上屋顶舀水救灾，这种又狠又暖的风格让团队心甘情愿的跟他拼。从沈阳普通家庭到马斯克身边的二把手，朱晓彤没靠背景，全靠实打实的真本事。他的崛起不仅是个人的逆袭，更是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管理者的专业与韧性。硅谷华人高管稀缺的今天，他证明了只要实干肯拼，华人一样能在全球科技巅峰站稳脚跟。这里是帅真财经，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财经博主，欢迎大家关注，主页有更多精彩视频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